不是003航母，也不是核潜艇，美国为何更担心中国的渡轮？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美国 CNN 发表了题为“别管中国的新航母了，这些才是美国应该担心的舰船”的文章。文章称，解放军装备的05万吨大驱、039柴电潜艇、商业渡轮和由渔船组成的海上民兵，才是让美军更应该感到担心的存在。055是中国在整体设计理念上领先全球的主力驱逐舰，而039型常规动力潜艇有着非常优异的静音性能。由渔船组成的海上民兵，在美军的眼中也是处于灰色地带的军事力量。这些武器装备让他们感到担心，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商业渡轮为什么也会让美国人感到担心呢？美国的媒体称，前美国海军潜艇指挥官马斯·苏加特表示，在黄海和南海运营的民用轮渡公司已经编入到了解放军辅助部队。使用民用船舶将使中国军队船只的排水量增加110万吨，这个数字是中国所有两栖攻击舰排水量总和的3倍还多。如果中国能够利用香港的滚装运输船，可能还会得到额外的3.7万吨的海运能力。美军之所以担心滚装船和渡轮，其深层原因是因为这一类的船舶可以用于两栖登陆作战，能够填补武统装备的关键缺口。滚装船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用于商业用途，这为汽车、轮渡和卡车运输的高效方式。2020年7月，一艘1.5万吨级的民用渡轮参加了解放军海军在广东沿海地区的演习。中国宣传的视频展示了05式两栖战车从一艘不明船只的坡道系统驶入水中之后，这样的演习场景变得越来越常见。一艘超大型的民用客货滚装轮船停泊在码头上，而成群结队的解放军车辆与士兵排着整齐的队形，迅速有序地进出轮船。演习的目标很明确，在某一方向开始统一行动时，解放军可能会先夺取某个台湾岛上的码头，然后大量的民用渡轮和滚装船就会源源不断地把解放军的官兵和作战物资投放到对岸。中国大陆显然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利用民间力量的作战动员体系，而渡轮就是跨海登陆作战的非常关键的一环。其实美国人也是这么玩的。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高达88%的海上运输、50%的跨海空运以及64%的海运都是依赖民间运力来完成的。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军的地面部队也是乘坐民用商船完成千里驰援的。中国目前拥有几家可以军民两用的大型轮渡公司，有的公司甚至拥有10来艘数万吨级的大型豪华客货滚装船。客货滚装船内部均设有大型的内部立体停车场，可以满足数百辆汽车的停放工作。当然，这些车辆也可以变成装甲车和坦克。有的渡轮可以装载300辆汽车，这就意味着10个陆军机械化连的投送能力。对于中国大陆可能采取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现在西方国家经常谈及的短板就是两栖攻击船只不够。其实解放军有专门的两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和坦克登陆舰，而更重要的作战力量恐怕存在于民间。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所动用的民间运输能力，对中国而言不过是小儿科。只要解放军未来能够在台海完全掌握作战的主动权，也就是制空权、制海权，并且有部分先头部队抢占了码头和滩头，后续的重装陆军必然会蜂拥而入。中国以海运为主的后勤补给能力，也将是美军难以想象的。未来中国大陆解决台海问题的秘密之一，其实就在渡轮上，而这一天恐怕已经不太远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